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李幸福。你们是否注意到，最近老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跟司马南的粉丝似的，你还以为你是这国家的主人？学文化就这好处，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在哪个位置。咱不做那兜里没钱心里还没数的人。最近老梁评论司马南粉丝的视频音频突然之间在国内互联网大面积流传。要知道，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老梁是著名的媒体人，因为经常对一些社会时事辛辣点评，遭到主流媒体的集体封杀。老梁做的节目也被各大平台下架。而司马南一直是民粹小粉红们追捧的国师，即使司马南的时事点评一再被时事打脸，但是司马南仍然坐拥6000万粉丝，是各大平台的流量保证。但是现在老梁的视频突然间竟然大面积流传开来，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早年间，司马南靠着反气功、反伪科学这个题材在网上打响了名声。在当年气功大师风靡的年代，他以一种揭露真相的姿态出现，获得了不少拥趸。接着他又开始批评联想，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继续吸粉，这让他逐渐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正义化身，一个敢于发声、站在民族大义前面的公众人物。然而，当司马南评论俄乌战争的走向时，却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尴尬的滑铁卢。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司马南就紧跟热点，讽刺西方媒体炒作过度，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精确到了2月16号凌晨3点，结果却是啪啪打脸。雪上加霜的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当初司马南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对普京的谄媚之词，被网友们做成段子，在各个平台一遍遍的播放，时刻都在提醒人们，司马南绝不会想到自己所造成的网络舆论环境，有一天会反噬到自己身上。坐在这个摩托车上，在美国密室，哇，搂不住啊，肚子有点大。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我们早晨起来听到的轰鸣的马达声，一群的有一些姿色、有一些资深的美女和一些白发飘飘的老汉，他们的摩托车队马上就出发。趁他们出发之前，我们强迫他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现在我搂着的是一个美国当代最美的摩托女郎。司马南并不是无端出现的一个网络怪胎，他的出现是中国政府操控网络舆论环境的结果，只是在非黑即白的俄乌战争这面照妖镜下才现出原形。所谓的1小时22分打趴乌克兰，绍伊古一战封神，成为中共主流媒体永远的耻辱。尽管政府对舆论有绝对的控制，中文互联网依然被民粹小粉红所主导。即使出现极端事件，比如深圳9岁日本儿童的悲剧，小粉红们也未能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是最近老梁犀利点评司马南粉丝的视频却如此广泛流传，实在是不同寻常。这可能和近日网络流传有关，网格员结束历史使命的消息有关，称全国范围内多达450万的网格员岗位可能面临撤销。混蛋，你姓赵吗？啊，你配姓赵？你敢姓赵？近日，随着一份来自颐和新区党委综治办的群公告的发布，有关网格员结束历史使命的消息，预示着这一群体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至于为什么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当地的财政状况。根据当地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的财政收入情况可以看出端倪。当地公示的2023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预算表，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从159万调整为109万，减少50万，下调31%。而政府性基金转移性收入增加88万。当地在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则明确提到，2023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582.2亿元，其中当年收入244.7亿元，完成预算的100.8%，下降26.8%，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正因为卖地收入减少了，靠转移性收入也不是长久之计，
自然也要节衣缩食，减少整体性开支，减少网格员开支也在情理之中。这个做法和企业降本增效、裁员降薪的措施可谓异曲同工。操！啊！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地方财政压力问题，这不是个例。此前有其他地方曝光过网格员被欠薪事件。现在中共政府的主旋律是各地政府砸锅卖铁。数据显示，全国有450万网格员，如果按每人每年5万元的年薪计算，国家一年确实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笔开支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财政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从减轻财政压力的角度来看，撤销部分网格员岗位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现在各个政府机构都面临财政问题，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但是如果突然大规模撤销岗位，势必会给现有的网格员队伍带来不小的冲击，他们的生计如何保障？会不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有网友感慨，这只是养闲人而已。很多人早晨去报个到，打卡上传视频，有的人直接不去，每月单位按时交社保领工资。而且网格员的职位并不是给就业困难人员，其实都是有关系才能进去的。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虽然让人唏嘘，或许网格员历史使命真的结束了，该说再见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观看。你们觉得政府的这种控制手段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言论自由？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们下次视频再见。